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12月17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如果你喜欢听故事，欢迎星期二的时候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好，那老师最近的脸书没有办法直播了，所以希望大家都到 YouTube 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好吗？因为老师真的觉得脸书很讨厌，他每一次都把我的直播功能给禁掉了，真是受不了。不过没办法啊，那这阵子呢，老师希望脸书的朋友就到 YouTube 来看老师的直播课哦，支持老师。好，那么很多同学都来了，欢迎大家。那么别忘了帮我点赞支持我哦。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来听故事吧。今天的故事是什么呢？好，两只老鼠，听起来是个很幼稚的故事，对不对？它真的很幼稚啊，这个故事真的蛮幼稚的。没关系，我们有时候听一些幼稚的小故事也蛮不错的啊。好，两只老鼠。好，那么当然今天的主角就是两只不同颜色的老鼠。那它们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好，粮仓里有两只小老鼠，小灰很勤奋，小白却很懒。好，那么粮仓哦，这个通常是古时候吧，现代当然也有。粮仓就是放很多粮食的一个仓库啊，所以这个粮指的是粮食，可能是小麦，可能是稻米，通常是小麦或稻米这一类的主食啊。好，粮仓，仓是仓库，所以粮仓啊是现在应该也有，就是人存放食物的地方，通常会放很多米、很多小麦的地方啊。好，那粮仓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小动物，可能有蛇，可能有老鼠，对不对？他们喜欢躲在粮仓里偷吃我们的食物。好，好的，那有两只小老鼠，那这两只小老鼠它们是有名字的，有一只叫小灰，另外一只叫小白。它们两只老鼠的个性非常的不同，小灰很勤奋，你是不是一个勤奋的人呢？Diligent, hardworking，勤奋表示你很努力，你不偷懒，你做事情呢很用心、很努力、勤奋，希望你是个勤奋工作、努力学习的人。另外一只小老鼠叫小白，小白不勤奋，它很懒。好 ，OK，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好，冬天快到了，小灰，勤奋的小灰，储存了很多食物。小白，很懒的小白，很懒的小白，却什么都没准备。好，冬天到了，天气会变冷，对不对？而且你没有办法去外面觅食，在外面找不到食物，因为冬天太冷了。那这个时候呢，小灰它储存了很多食物，它知道冬天它没有东西吃，所以它要把很多食物给储存起来 ，store， 储存起来。好，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储存档案，对不对？电脑的档案可以用储存的哦。好，电脑档案可以储存，我们中文可以说储存档案。好 ，OK。兰莫问说，理查老师每天很勤奋的教我们。兰莫可以，你可以说理查老师每天很勤奋的上直播课就可以了啊。理查老师每天很勤奋的上直播课。好哦，Thank you Reflector，Thank you，谢谢你啊。好，谢谢你成为我的，你已经是我的会员了，谢谢你这个支持老师啊，哇，太棒了，谢谢。好，秀珍说，老板储存很多的金钱。好，老师先告诉各位同学，储存基本上来说，是需要用在特别的表达中的。
除了老师刚刚说的储存档案之外，我们还可以储存知识、储存粮食。一般来讲呢，储存是你会储存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啊，比较具体的像食物。那你的脑可以储存知识，对不对？你的脑可以储存知识，那你的这个电脑可以储存档案。一般来讲，它有特别的用法。那如果各位同学像秀珍说的这个状况，钱怎么办呢？我们钱用的是存就可以了。哦，如果你要说钱，英文是 to save， 也不是 to store， 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如果要用 to save money， 中文用存就可以了。我们说存钱我在银行存了300块妈妈存了500块。好，存钱 save money especially in the bank， 特别是存在银行里面的钱，存钱。理查老师很喜欢存钱，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可能把钱存在家里，或者是存在银行里这个 Refractor 说你在这个频道的工作非常重要，请继续坚持。好，谢谢你的鼓励老师需要大家的鼓励才有办法坚持下去。好，那乔玛说，老师我没有钱，所以我没有办法存钱乔玛是月光族，每个月拿到的钱马上就花掉了，月光族。好的，那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那小白他很懒，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准备。冬天到了，他什么食物都没有储存，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什么都没有准备。好，这里的却就像英文的 instead 通常会用在2个句子的时候。那第2个句子用却，就是表达一个相反的情况。talking about an opposite situation。好，第一个他储存了食物，相反的情况是小白什么都没有准备。OK， 好，冬天到了，天气会变冷，对不对？气温会下降，气温会下降到0下，对不对？很多国家现在也很冷。老师知道美国、日本，特别是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这些国家现在都开始下大雪了，天气变得非常寒冷好，食物变得越来越少，小白开始挨饿了。好，那越来越少表示东西的数量越来越少，对不对？那小白找不到食物，他开始挨饿。好，如果你挨饿，表示你没有食物，你肚子扁扁的，你没有吃东西，你会挨饿。好，那通常有时候你在街上会看到乞丐，对不对？乞丐，你们知道乞丐吗？就是 beggar。像现在天气变得很冷，你在街上看到乞丐，这个乞丐他可能没有穿很暖和的衣服，他穿得很薄，那么他也没有食物吃，所以乞丐可能每天都挨饿好，挨饿并不是书面语，我们也常常日常生活中会用挨饿就是表示你没有东西吃，肚子扁扁的，没有食物。那挨饿可能有很多原因，可能你没有钱买食物可能你是流浪汉，可能你是乞丐，所以你没有办法去买到食物，所以你肚子会挨饿好它不是书面语，我们一般口语中也很常用好，那小白逼不得已，好，逼不得已，小白逼不得已，只好向小灰求助，要一些食物充饥。好，这里有非常多的词汇，老师希望你们把它记起来，因为这也是我们每天都用得到的词汇。第一个，逼不得已，就是你别无选择。好，我们现在有学过非常多 have no choice 的用法，对不对？别无选择，希望你们记起来别无选择，逼不得已，你也可以说迫不得已。好，别无选择，很好，林子别无选择，逼不得已，迫不得已，表示 you have no other choice。
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做某一件事情你走投无路了。中文还有一个成语叫走投无路。一般来讲，走投无路的人可能就是他可能也没有工作，可能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他没有别的方法，只好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句子里面，你常常会看到理查老师逼不得已，只好 only to 叭叭叭叭。OK， 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只好选择这条路，你只好选择这个做法，你只能这样做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很常用。谁谁谁逼不得已，只好好，不得已，不得不，小白不得不，不得不的话，请你后面不得不后面直接加动词，用法是意思当然是一样，但是不得不我们后面一定要加上一个 verb， 一定要加上一个动词。他不得不离开，他不得不借我钱，他不得不 plus a verb。 好，所以要记得不得不后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动词我逼不得已只好跟他结婚。好，可以的，乔玛，你这个句子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中文会说跟他结婚。我逼不得已只好跟他结婚，因为他很有钱，我需要他的钱。这个女人很有钱，我如果跟她结婚了，我少奋斗30年，我就变成有钱的人了所以我逼不得已只好跟他结婚。好，不得已的选择可以，没问题，不得已的选择thank you, Bruce 我没有问题，只想要跟我说加油。哇，太感谢你了very, very, very, thank you very much。好的 Bruce， 谢谢。哇，今天很多人支持我耶，为什么？这是算是 Christmas gift 吗？是我的圣诞节礼物吗？好，非常感谢大家好，你是慧君吗？不得不离开可以，对，不得不加上动词好，那么后面还有只好向谁求助，向谁求助就是 seek help from someone。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需要理查老师的帮助，你可以说向理查老师求助。老师，这个成语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成语我不晓得它的意思耶。没关系，你可以向理查老师求助，他是中文老师。如果你不晓得这个语法点，如果你不晓得这个成语的意思，你可以向理查老师求助 ，seek help from him。好 ，OK， 所以记得这个用法，我觉得蛮好的向谁求助，很好的用法好，对，向理查老师求助，非常好。那他希望小辉怎么帮助他呢？他希望小辉可以给他一些食物。小白向小辉要了一些食物充饥。好，刚刚我们学到了挨饿，就是你肚子很饿，你没有食物。充饥就是你拿到一些食物之后，你吃了，肚子就饱了。不一定饱，就是有食物了，没有那么饿了，充饥。好，所以你可以给流浪汉一些面包，给他充饥。你可以给流浪汉一些饮料，让他充饥。他肚子很饿，吃了你的面包，吃了你的汉堡，哇，他就没有那么饿了。他吃了汉堡充饥，好，就是让你的肚子有一些食物充饥。好的老师勤奋的教中文，大家不得不不得不，秀珍这里不能用不得不，因为表示你很勉强不得不或逼不得已都是很勉强的，就是你不是乐意的，你是被强迫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乐意给我钱吧，乐意支持我吧，不是勉强来的。老师没有强迫，对不对I don't force you，对不对？你们是自愿这些词汇都记起来自愿，你们是自愿要支持理查老师的，对不对？可能觉得老师很辛苦。好，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说逼不得已、不得不、走投无路，或者是迫不得已，
那都是被勉强的，你不是自愿的。那如果像你们想要支持理查老师，那么你们应该是自愿的。OK，you do it willingly，对不对？好，那 Mandarin 说都3点了，我还没吃午饭，需要买一些包子充饥，可以，很好的句子，没问题，可以的。充饥通常是没有办法吃饱，但是不会让你很饿很饿。所以如果你肚子很饿很饿，你可以买一些小的东西充饥。充饥基本上不是饱，而是让你的胃有一点点东西。所以充饥的食物通常是比较小的东西，可能是夜宵或一个包子或一个馒头所以充饥一般来讲是吃比较少的食物对，大家都自愿支持我，哇，谢谢大家好，我们再看下面，小辉语重心长的说：“我会帮你，但你要学会努力。”好，小辉语重心长，什么叫语重心长？就是小辉这样说话：“我会帮你，但是你要学会努力。”就是他要告诉你一些道理。他希望你能够听他的话。谁会对你语重心长的说话呢？这个成语很棒，老师。你要用功读书。老师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就是不用功，现在只能当老师，不能当大老板。语重心长就是他会很诚恳的 seriously talk to you。老师会语重心长跟你说话，还有谁？父母会语重心长的跟孩子说话。你要努力，不要偷懒，努力才会成功。你要好好学习中文，好好学习中文才能找到好的工作。老师正在语重心长的跟你说话好，老师、父母、长辈都会语重心长的跟你说话，希望你变成一个很好的人，很努力的人好，对，诚恳的、严肃的跟你说话所以基本上语重心长就是诚恳的、严肃的跟你说话它不是开玩笑的。It's not like jokingly, no, seriously talk to you 老师语重心长的跟乔玛说：“乔玛，你不能劈腿，你要爱一个女人就好了，你不要劈腿。”这个可以，没问题，没问题。乔玛，你会劈腿吗？好，小慧说：“我会帮你的，我会给你食物充饥，我会给你食物充饥。但是你要学会努力，你要努力 diligence， 你要学会努力，不可以再偷懒了，好不好？”小慧会这样说话。小白可不可以听我的话好吗 ？OK, listen to me, OK， 听我的话好吗？好，小白答应了。好，答应就是 promise， 答应 promise。小白答应了。来年春天时，好，你们知道什么叫来年吗？来年就是 the next year， often used in a story，OK，所以在故事里面，这一年的下一年就是来年来年，所以通常指的是过去的明年，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各位同学，今年是2024年，明年是2025年。So when we talk about 明年，它的意思是 next year. But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明年 and 来年？来年 means in the past a certain year, and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year after this certain year. 所以比如说在故事里面是2010年，就像在一个故事里面，这个故事的时间是2010年，然后故事里面说来年是哪一年？故事里面如果我说来年就是the next year in the story, so that is 2011年。
对，很好，答对了。所以 actually when we say 来年 that is for the past tense. The year after certain year in the story. Okay, so 来年 okay, we use in the past tense, but also means next year. Okay. 听得懂老师的意思吗？老师的英文有点不好。明年就是一定是 future tense， 明年是2025年，来年的话可能在故事里面是可能2001年，那来年就是2002年。OK， 好，所以来年是用在过去的明年，过去式的明年。不是书面语，它不是书面语，它是像英文的 the coming year, the next year. Okay, in the story, oftentimes is for the past tense. OK， 好，所以如果在某一个故事里面是1998年，某一个故事里面是1998年 ，What is the coming year？ 来年 ，What is 来年 ？What is the coming year？ 1999年 ，OK， 1999年。所以来年跟明年是不一样的意思的是不一样的意思对，很好，1999年 ，OK， 这样你们听得懂了，对不对？特别注意来年跟明年意思不同好 ，OK， 那两只小老鼠开始一起觅食。来年春天，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下一年，来年春天时，两只小老鼠一起觅食，开始一起觅食。一般来讲，觅食是动物找食物，叫觅食。来日是指未来的日子，某一天 ，someday in the future 来日。但是来日是书面语，一般来讲说话不会用，可能用在歌词里面可能用在歌词或诗词里面，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用法，说话不会用来日好，那来年 the following year OK 对，好，各位同学，觅食指的是动物找食物，通常用在人以外的动物上面。但是现在有人呢 casual use, informal use， 我们也会说人可以去觅食，一般来讲是小动物去觅食，动物啦熊啦、蛇啦、老鼠啦，动物去觅食 for animals, seeking food, animals, seeking food. Oftentimes, formally, we don't use 觅食 for human, but now people use it in a casual way, informal way. 我要去觅食了，我肚子好饿For funny use, funny use. 觅食基本上是寻找食物的意思，但是指的是动物寻找食物不是人的动物，动物寻找食物动物寻找 in search of food 寻找食物，这个就叫觅食像可能是猫、狗、老鼠、大象、长颈鹿找食物，你就可以说觅食。你看大象在觅食耶，大象在找食物。人可不可以用觅食 ？Now, yes, for a funny use, we say that 我肚子好饿我们去觅食吧。Yeah, funny but good, understandable. 而且我们会这样用我们去觅食吧，肚子好饿可以的，可以的也会这样用，比较有趣的说法。寻寻觅觅很好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听得懂好 OK， 听不懂要问好，他们的老鼠窝里总是满满的食物，他们再也不怕饿肚子了。好蜜钱我们不说蜜钱好 OK， 好，那他们指的当然是小灰跟小白两只老鼠，他们的老鼠窝。好，一般来讲窝指的是动物的家动物的家我们叫窝好，所以我们中文可以说狗窝，对不对？有没有听过狗窝？就是狗的家好，老鼠窝就是老鼠的家好，我们还可以说鸟窝，
那你们就知道什么叫鸟窝了。鸟窝是鸟的 nest， 对不对？鸟的家，鸟窝。好，窝特别指的是动物的家啊，总是 always 总是满满的食物，它们再也不怕，再也不，哇 ，no longer 再也不，很好的用法。好，如果你很讨厌中文啊，我 HSK 又没有通过了，气死我了！我再也不学中文了，再也不 plus a verb， 我再也不学中文了，我讨厌中文。I no longer want to learn Chinese anymore。好，这个女人竟然抛弃了我，气死了！我再也不爱这个女人了。I no longer love this woman。我再也不爱这个女人了。再也不 no longer， 再也不 plus a verb， 再也不叭叭叭叭了，好，再也不叭叭叭叭了，好，好，你也可以说鸟巢，可以的，鸟窝、鸟巢都可以，都可以用，鸟窝、鸟巢都可以用，猫窝可以啊，猫窝可以，没问题，猫窝，好，鸟巢也可以，好，其实窝跟巢指的就是家哦，指的就是家哦。现在我们特别是用在动物上，好，他们再也不怕饿肚子了，好，饿肚子，好。来年不是年年哦，来年指的是过去某一年的下一年。秀珍，比如说你跟你老公可能是1999年结婚的，那来年的时候你们去度蜜月，那你们就是2000年的时候去度蜜月。秀珍跟她的老公在1999年结婚了，来年他们去度蜜月，来年就是1999年的下一年，好，那就是2000年。好，举例啦，好，举例。好 ，OK， 了解吗？秀珍，你懂吗？比如说，理查老师，呢，这个在1975年出生。理查老师在1975年出生，来年老师搬到了泰国，那来年就是1976年，来年就是1976年 ，OK， 来年就是1976年。好的，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哦。对，小白再也不懒惰了，很好。好，那小白也明白了，只有努力才能过上好生活。那各位同学要怎么做，你们才可以过上好生活呢？ Lead a good life， 过上好生活就是有舒服满意的生活。要怎么做？努力工作就可以过上好生活，努力学习就可以过上好生活，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对不对？不要担心，不要想太多，不要钻牛角尖，就可以过上好生活。或者是找到一个很爱你的人，也可以过上好生活。Lead a good life， OK， 过上好生活。好，那故事结束了。老师现在问你们3个问题。问题1，为什么小灰要储存食物？为什么？好，为什么小灰要储存食物？好，这个问题很简单。什么来了？什么事情来了？好，什么样的季节来了？你们好棒哦！因为冬天快到了 ，Winter was coming soon。因为冬天快到了，冬天来了，很好，答对了。对，因为寒天，不说寒天，冬天小灰要储存食物，因为冬天快来了过蜜月，我们不说过蜜月，我们说度蜜月。我们不说过蜜月我们说度蜜月，度蜜月，不说过蜜月对，因为冬天到了，
的话就找不到食物了，所以他要赶快储存食物。好，问题2，小白为什么冬天会挨饿？为什么？小灰为什么不会挨饿？小白挨饿了。小灰冬天到了，肚子不饿，但是小白冬天到了，他挨饿。好，秀珍说，因为他从长计划，我们不说从长计划，我们说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很好，小白懒惰，小白很懒，他不找食物。对，小白很懒，什么都没有准备，因为他之前没有准备食物，对不对？没有储存食物，因为小白特别懒，什么都不干，完全没有储存粮食。哇，小马你很厉害，很棒的句子。他没有储存食物，好，很棒，所以他饿肚子，挨饿。问题3，两只老鼠为什么不怕饿肚子了？好，林子很像小白。因为他做事拖拖拉拉的，没有做好准备，很棒。好，那两只老鼠为什么不怕饿肚子了呢？好，这题也蛮简单的。今天的故事比较简单，对不对？好，他不努力储存食物。好，刚刚第2题，因为他们一起觅食，很好，觅食就是找食物，寻找食物。好，因为来年春天，他们呢储存了食物，对不对？他们的老鼠窝总是满满的食物，对不对？很好，因为粮仓里充满了食物，粮仓里满满的都是食物，很棒粮仓里满满的食物好，很棒你们就其实呢，我们听完故事，你们也要问一些问题，来看看自己会不会回答，对不对？因为他们俩一起觅食也很好，这答案也很好好的，那么这个我们最后呢，来看今天的词汇。那希望各位同学跟老师一块念然后找一下哪一个图是这个词汇。粮仓，粮仓，粮仓。好，自己找是哪一张图挨饿，挨饿，挨饿。好，第3，储存，储存，储存。好，再来，饿肚子，饿肚子，饿肚子。好，觅食，觅食，觅食。勤奋，勤奋，勤奋。好 ，OK， 那今天谢谢大家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喜欢今天的故事吗？今天的故事比较简单也不简单呀，好多词好多生词好，那我们明天见，明天我们继续学习 HSK 第2题的词汇。拜拜，晚安。然后谢谢今天支持老师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有这个 Reflector， 谢谢，还有 Bruce， 谢谢。老师也要感谢很多会员，特别是这个至尊的会员，还有皇家的会员，还有天使会员，特别感谢你们。其实有很多会员都默默的支持老师，老师都没有机会感谢你们。所以现在老师要特别感谢这些长期支持我的同学们特别感谢大家。好，我们明天见，拜拜。